阿斯巴甜的发现过程还蛮有趣的。既然是研发治疗胃溃疡的药才发现的，又怎么会致癌呢？导致癌症的关键因素也是因为甲醛。凯特，跟你讲一件悲惨的事。什么事？不要吓我！我再也不能喝零卡可乐了，那可是我现在唯一的甜点啊。以前就叫你少喝，你偏不信。现在世卫组织要将阿斯巴甜列为可能的致癌物，你终于觉悟了吧？是啊，我早该觉悟了。要不是我们食品加工老师说，只要不过量，添加物不算什么坏东西，我也不会生性代糖，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你以前在饮料公司待过，应该很了解代糖吧？你跟阿斯巴甜熟吗？我那时候待的本土公司还没有开发零卡系列，不过我知道阿斯巴甜的发现过程还蛮有趣的。1965年有个化学家，他叫谢拉特，那时候他在一家2003年被辉瑞收购的塞尔药厂工作。当时他要合成治疗胃溃疡的药物时，正在做一个加热反应实验，不小心洒出一些溶液，他本来也没特别注意，但后来他因为要翻书，就去舔了一下手指。这不舔还好，一舔之下舔出了巨大商机。他发现他的手指不小心沾到了溶液，而那烧杯里的溶液居然是甜的。他不太自信，又尝了一口，确定那烧杯里的反应物真的是甜的，一个新的超级代糖就此诞生。其实糖精的发现过程也跟这个有点像，都是在实验室没洗手发现的。这还真不符合实验室安全，没事不洗手还乱舔的，要是舔习惯，舔到毒物就惨了啊！对啊，这真不是天堂就是地狱。而从谢拉特1965年发现阿斯巴甜，拿到专利，到萨尔药厂投入研发制作生产，历经9年，才在1974年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批准，阿斯巴甜可以用于食品添加。而直至1981年，阿斯巴甜才大规模生产，到最后居然成为最受饮料公司欢迎的甜味剂。以前糖精也是因为会导致膀胱癌而被打入冷宫的，现在也轮到阿斯巴甜了。那么当初谢拉特烧杯里的溶液到底是什么啦？药通常不是都是苦的吗？怎么会跑出甜味呢？烧杯里的就是2种氨基酸的合成物，其中之一是人体必需氨基酸苯丙氨酸，但它已经经过甲醇酯化；另一个是非必需氨基酸天门冬氨酸，人体就可以自己产生。阿斯巴甜就是由这2种氨基酸组成的一种双生态。来，凯特，每次你都嘲笑我营养学差，现在让我来验证看看你的生化忘记多少。快说，双生态是什么？你还记得吧？这简单，所谓双生态就是由2个氨基酸组成的链状物质，几个氨基酸组成就叫几生态，越单纯的生态越好吸收，而氨基酸啊，则是组成蛋白质最小的物质。不错嘛，那么现在我来告诉你，阿斯巴甜一般是怎么生产的。阿斯巴甜的制造分成发酵、合成、纯化3个阶段。第一个步骤是利用发酵的方式，先让2种能够产生天门冬氨酸和苯丙氨酸的杆菌大量繁殖，进而让菌株在培养罐中生产足够的氨基酸。这个步骤大概需要3天。第二个步骤是利用甲醇修饰苯丙氨酸或苯环之类的东西，修饰天门冬氨酸，让它们更稳定。接着经过充分合成反应后，再加以纯化，去除一些催化剂、蒸馏剂等等的成分，就成为阿斯巴甜。至于阿斯巴甜为什么会有甜味，可能连发现它的谢拉特都一头雾水吧。因为天门冬氨酸是酸的，虽然带有一丝鲜味，而苯丙氨酸只是苦的。谢拉特应该是怎么都没想到，搞到最后居然能变成这么甜的东西。其实阿斯巴甜的热量并不低，它跟糖一样，一克能产生4大卡的热量，但是因为甜度是蔗糖的200倍，所以加一点点就很甜，也就不用计算热量了。在酸性的环境中，阿斯巴甜非常稳定，所以常常用在各种果汁或碳酸饮料，但加热以后，阿斯巴甜就会失去甜味，所以不适合加在烘焙食品。不过现在也是有在研发烘焙用的阿斯巴甜。但是既然是研发治疗胃溃疡的药才发现的，又怎么会致癌呢？
这就要讲到它的消化吸收过程。阿斯巴甜在人体通过脂酶和蛋白酶在肠胃道作用，产生 10% 的甲醇、40% 的天门冬氨酸和50% 的苯丙氨酸，最后被肠黏膜吸收。甲醇首先在肝脏氧化成甲醛，再氧化成甲酸。已知甲醇会伤害肝脏，但甲醛和转化后的甲酸也会破坏肝脏细胞，特别是甲醛。虽然人体也能够生产甲醛，但外来的甲醛因为也能够与蛋白质的链结产生互联，进而改变 DNA 的完整性。因此有的研究会认为阿斯巴甜具有基因的毒性，而会导致癌症的关键因素也是因为甲醛。根据文献，喝1000cc 的代糖汽水，约含600毫克的阿斯巴甜，就会产生1/10 60毫克的甲醛。而人体对甲醛的忍受度是每公斤 0.15毫克，也就是60毫克需要400公斤的体重才能承受。这跟现在认知60公斤重的成年人每天喝18罐大约5400cc 以上的代糖汽水安全无疑有极大的落差。根据美国 FDA 规定，人体每日可接受的阿斯巴甜是每公斤50毫克，欧盟则是40毫克。但实际上我看过我喝的零卡可乐根本就没有标示阿斯巴甜的含量，要我们一般消费者怎么判断安全量？而确实许多研究也证明阿斯巴甜的确有致癌的可能性，这方面的研究不胜枚举。像法国巴黎第13大学就研究了10万多名成年人，要找出癌症与甜味剂的相关性。其结论是，阿斯巴甜与另外一种用于烘焙类甜味剂的安赛蜜与癌症的关联性很高。这项研究从2009年做到2021年，其结论甚至影响到欧洲食品安全局和其他国际卫生机构对甜味剂的见解。而世卫组织添加剂委员会也在今年正式审查阿斯巴甜的使用情形，其会议从6月底开始，会在7月中旬，大概是我们影片播出的时候公布审查结果，是不是正式将阿斯巴甜列为致癌物质。不过不管它的结论怎么样，我都不想再喝零卡可乐了，没去看那些资料都不觉得可怕哦。所以你就是因为世卫组织开这个会，打算把阿斯巴甜列入致癌物质，才去找资料来看的哦。对啊，这以前也是算我的专业部分。虽然我们以前做的饮料都是添加蔗糖，但人工甘味剂也是学习重点啊。那么一点微乎其微的分量，怎么会觉得有问题？想不到这边东一点，那边西一点，还真的有问题。看法国那个研究就知道了。以前我就跟你讲过会致癌，你还叫我不要剥夺你人生少数的乐趣，怎么几个研究报告你就吓坏啦？我也不完全因为它会致癌就吓得半死，主要是因为看了这些研究报告才发现阿斯巴甜对脑部的影响也不小。阿斯巴甜代谢后产生的3个物质都可以通过脑血屏障直达脑细胞。根据研究显示，阿斯巴甜的苯丙氨酸会导致大脑多巴胺和血清素下降，造成抑郁症。天门冬氨酸也会影响大脑神经传递物质的平衡，甚至让人发生情绪障碍。还有甲醇也会增加体内自由基，导致细胞膜损伤。其他还跟自闭症、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荨麻疹等过敏的情况都有关系。我平常容易皮肤痒，搞不好也是阿斯巴甜惹的祸。这皮肤痒不是病，痒起来要人命。所以我想想，我年纪也不小了，既然跟阿兹海默症与老年痴呆症都有关，还是都不要吃好了。没事干嘛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早知道我自己就先去找一堆研究报告给你看，看你没2-3天就喝一罐大胖子，还说不会胖有什么关系？就是这种心理因素。有时候我看你天气一热就毛起来喝，真可怕。其实你如果习惯喝白开水，就不会觉得喝那种甜味饮料有什么好喝的。不要拿你的嗜酸味觉来评断我蚂蚁人的味蕾。我相信这些饮料公司迟早会开发更安全的零卡饮料。目前的空档我忍忍就过了。那你就慢慢等吧。